一个预言成真了，叫做运气；两个叫巧合。那么，当一个人连续说中了10几、20个预言的时候呢，他的下一句话，你是不是就应该认真的听一下呢？2011年，有个人说要回收火箭，当时全世界都笑他是傻子。结果13年后，这个人直接把火箭循环再用了。然后就几年前嘛，这有人说未来的人呢，不需要手也不需要脚了，只要用你的意志，你就可以操控电脑了。当时全世界都觉得他看小说看得太多了，脑子坏了。而现在就真的有12个人已经把晶片植入到他们的脑袋里面了。还有10几年前呢，这个人说要让这个电动轮椅取代汽车，而当时那些开法拉利的连笑他都觉得浪费力气嘛。结果现在你觉得电车取代油车还是天方夜谭吗？这个人他说的话最后都发生了，不仅是因为他掌握了全世界最多的数据和真相，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。他不是在预测未来，而是在创造未来。这个人就是 Elon Musk。而最近呢，这个人又开始吹牛了，但这一次却没有人敢笑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斯克他以前吹的牛呢，他永远跟你说的都是未来，就是未来这个词呢是很虚的嘛。明天呢是可以叫未来，100年之后呢也可以叫未来，所以意义不大的。但是这一次，马斯克他讲的不是未来了，而是今年2026年。马斯克讲的不是只会发生在美国的事了，而是马上要发生在全世界了。各位，你我都不用读书，不用工作，不用存钱了，因为这些很快将会变得毫无意义了。你听到他讲的这些话，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危言耸听，特别的贩卖恐惧呢？但我告诉你啊，这些事它不发生也要发生，因为这些并不是预言，而是必然一定要发生的事。如果这些事不发生的话，整个世界反而要出大事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马斯克说，人工智能呢，今年就可以达到我们人类的水平了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 AI 革命呢，今年才刚刚的开始啊。以前的工业革命给了我们人类100年的时间去习惯，但依然有无数人的工作被淘汰了。而现在的 AI 革命呢，留给我们转型的时间最多也就1-2年，也接受不了呢，也要接受。为什么呢？马斯克他到底知道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呢？60年代的时候全世界的钱加起来只有不到1万亿美元，而当时全世界赚到的钱，也就是 GDP 嘛，是2万亿美元。简单来说呢，60年代的时候，全世界的钱只要每多出1块美元，就可以让全世界多赚2块美元的回报。这跟我们做生意是一样的嘛，我投资1块进去打广告，能赚回来2块的回报。这样的话，我投的钱越多，我赚的钱是不是就会越多呢？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，全世界的钱加起来，基本上就是等同于全世界赚到的钱了。也就是说你现在投资1美元，你最多呢就只能赚回来1美元。你成本1块，你赚回来1块，那是不是就等同于说你利润已经等同于0呢？也就是说，2000年的时候呢，全世界就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。只要再这样下去的话呢，全世界就算印的钱变多了，但是也赚不到越多的钱了，反而呢还会出现亏损了。所以当时发生了什么呢？互联网革命，全世界就急着去搞互联网嘛。还有呢，以前全世界做生意都不跟中国玩的，但是2000年之后呢，就把中国拉进来了这个 WTO， 一起去做生意了。然后呢，就把这块饼变得更大了嘛。所以互联网革命还有跟中国做生意之后呢，全世界印的钱呢就继续变得越来越多。但是 OK 的嘛，因为全世界赚回来的钱，也就是 GDP 也同样变得越来越多了。但是到了去年25年的时候呢，全世界钱就已经比 GDP 多出了141%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全世界每投1块美元进去，就只能赚回来0.7美元的回报。就等同于你现在去做生意，你投进去的钱越多呢，你亏的钱也就越多啊。就是现在你砸钱也没有用了，也赚不到钱了嘛。再直接点了，就是全世界赚钱的能力已经到达了天花板了。然后我们看美国嘛，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国家，美国每发行1美元的国债呢，就等同于他向未来借了1美元，然后在现在去花掉。
所以美债其实是美国用来刺激经济的燃料。那么最理想的情况呢，就是美国政府它每花$1，整个市场呢就能赚$1嘛，那这样美国才不会亏钱嘛。2000年时候的美国呢，它的 GDP 是10万亿美元，当时它的国债呢只有5万多亿美元，它的债务只有营收的一半，所以当时的美国呢是一台非常恐怖的赚钱机器。但是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，就出事了。11年的时间，美国的 GDP 呢增长了7万亿，但是这11年呢，美债却增加了12万亿。这笔账就是说嘛，美国它借了12万亿的钱，但是只是赚回来7万亿，等同于这11年里面呢，美国它净亏损了5万亿了。然后19年到去年25年呢，美债增加了16万亿，但 GDP 仅仅增加了6万亿而已，相当于美国又净亏损了9万亿了。亏损的速度呢是10年前的2倍啊！你知道这有多恐怖吗？代表现在全世界借的钱越多，印的钱越多，但是赚回来的钱却不断的减少，而且这个情况呢还在加速。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全都是靠美国政府借钱拉动的，真实普通人赚钱的能力呢，其实1分钱都没有增长啊！你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怪，不可能啊！我们全世界的科技不是越来越厉害吗？这晶片都已经可以做到2纳米了，都能够逼近物理的极限了。那我们赚钱的能力不是应该更强了吗？还有，当一个人他已经完全不缺钱了，就是马斯克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了，他讲话完全是不需要摸着良心的，而且还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因为他只要讲错一句话，影响的不仅是他的声誉，还有他世界首富的地位嘛。那么这个手上掌握的数据跟真相，甚至比政府还要多的人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？世界上比较有钱的人，甚至连一些国家都已经跟着他的预言去布局了。那你呢？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，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。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，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，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，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。首先，这个世界的经济呢，其实跟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啊。今天就算你是一个胖子，你饿的时候吃的第一碗饭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吃，2分钟不到就吃完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吃饭效益最高的一个阶段。而当你吃第2碗饭的时候呢，你肚子呢也会变得慢慢的不饿了，你就要用5分钟才能吃完。所以你吃饭的效率呢已经在减少了。当你吃第3碗饭的时候呢，你就花了10分钟，你吃完以后呢就觉得刚刚好了，不饱也不饿了。这个时候你吃饭的效益呢就等同于0了。那么当你吃下第4、第5碗饭的时候呢，你不但会觉得有点饱，甚至你越吃就越难受，吃到想要吐了，怎么吃都吃不下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吃饭的效益呢已经变成负了。那全世界的经济也一样吗？2战刚结束的时候呢，全世界就是一片废墟嘛，那需求当然就是巨大了，也就是肚子是非常饿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只需要把一些产品制造出来，就可能会立马被抢购了，甚至有的人呢还会出高价去买。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，这个经济就开始饱和了，整个市场呢已经吃到第3碗饭了，不能再吃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出现互联网革命。互联网革命之后呢，就把以前大部分的工作都淘汰了，重新的创造一些工作出来，重新的去制造一些工作的需求。比如说嘛，以前需要的是机器，因为大家都是在工厂上班嘛。而互联网出现了之后呢，全世界工作需要的是电脑，是屏幕，所以全世界需要的产品就不一样了。这就等同于把之前吃的都吐了出来，重新洗胃了，然后呢又可以再重新吃了嘛。同时呢，2000年的时候呢，全世界还把中国拉了进来做生意，就等同于把胃也长大了。以前全世界只能吃3碗饭就不饿了，现在呢可以容纳到5碗饭了。也就是说，想要解决全世界经济饱和的问题呢，只有2个方法。第一呢，就是科技革命，当时就是搞了一个互联网出来，所以就可以把以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，然后就可以重新吃了。把以前工厂上班的人呢，变成现在去搞电商的、搞直播的、搞广告、搞晶片了。
第二呢，就是多找几个国家进来一起去做生意，让经济这个胃变得更大。而当时就找了中国嘛，但是现在互联网已经玩到没有什么可以再玩的了，而且中国呢也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了，也就是说整个经济呢不但又开始饱和了，而且还出现了一开始说的，你投入1美元进去，你就只能赚回来0.7美元。所以20年疫情的时候呢，就让全世界经济都进入到了崩盘的边缘。美国呢就靠没有上限的印钱跟发钱才顶住了崩盘。到那一刻，全世界才觉醒了，就2条路嘛。第一就是要创造新的市场，找到当年跟中国一样的新市场。所以当时是想要把这个印度跟越南拉进来的，但是印度跟越南呢，到现在还远远没有办法扩大全世界的胃口。对啊，印度跟中国一样有很庞大的人口，没错，但是他们的基建好像不太行嘛。对啊，越南的制造业是非常有潜力的，但是他们的技术好像又有天花板。那么找新市场这条路不行，那就只能走第2条路，就是透过科技革命创造一些新的行业、新的需求。也因为这样 ，AI 这个概念呢就突然间崩了出来。所以现在你不接受，也要去接受一件事，就是 AI 革命是必须要出现了，而且也已经出现了。你可以去想一下嘛。现在全世界投1美元就只能收回来0.7美元，那要怎么做才能够扭亏为盈呢？马斯克这一次呢就告诉了我们答案了。他说，解决美债还不起的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很简单了，用110台不用休息的 AI 机器人去生产，那么美国的财富不就直接暴涨了吗？美国的债务还是个问题吗？再直接点嘛，就是把我们人力的这个成本降到最低嘛。AI 这个机器人它不需要薪水，也不需要给它什么住房补贴啊、医疗补贴啊，你只需要在它没有电的时候充满电就好了。马斯克说，3年之内他自己研发的 AI 机器人做手术的水平哦，将会超过地球上任何一个最顶尖的外科医生。你可能会问啊，这凭什么呢？马斯克就给出了3个理由嘛，我呢是没有办法反驳的。第一呢，机器人它是不会觉得累的，对吧？你试一下，在那边站个4-5个小时，你的腿酸不酸呢？手抖不抖呢？所以你还需要请一个护士负责去给你擦汗。但 AI 机器人呢，站400个小时，汗都不会出一滴的，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，这就叫做稳定性，是不是比你人力强呢？然后呢，你昨天晚上失眠了啊，你老婆可能睡在隔壁邻居的床上了，然后呢，你今天就要去做手术，你满脑呢都是仇恨跟幻觉，你的那一刀下去呢，力度会不会大了点呢？但 AI 机器人呢，它没有老婆，也不会有情绪的问题，而最可怕的就是他们的数据是可以共享的。就是现在你从毕业之后就开始做手术了，你一辈子做个几千台手术就已经很牛了，对吧？但是全世界1万台 AI 机器人，每做完一个手术呢，它的数据跟经验就会瞬间的同步到其他所有的机器人。也就是说，一台机器人1天就可以获得过万个手术经验。你人类所谓的熟能生巧呢，说的是肌肉记忆嘛。我让你去说一下3年前你做了什么手术，你都可能忘了。但是现在的 AI 机器人拥有的是数据的记忆。所有的手术案例跟经验都可以瞬间的翻出来，那你怎么去跟他玩呢？而最可怕的就是他说了一句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大学去读医生，那就只是一个爱好而已啊。你读完5年、6年出来的时候呢， AI 机器人已经取代你了，你不要觉得很扯啊。现在美国无数的科技巨头呢，已经不在大学招人了，他们都是直接跑去 high school， 把那些数学天才啊、理科天才都招到自己公司去培养的。因为当你读完大学出来之后呢，你的知识已经比不过 AI 了，社会呢也已经不需要了。所以听到重点了吗？ AI 革命跟互联网革命虽然都叫做科技革命，但这2件事是一样的吗？互联网革命它是把实体的生意搬到网络上面，它虽然淘汰了工厂里面的工人，但是也创造了更多的职位啊，比如说程式设计师啊、网红、数据分析师之类的。它没有从根本上去减少我们人类的工作，反而是增加了无数个新行业出来了。
所以经济的这一块饼呢才可以变得更大。但是现在的 AI 革命呢，马斯克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它不是迁移啊，而是替代啊。从现在开始呢，全世界的行业将会直接消失一半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任何不用动手的工作呢， AI 现在就已经可以做一半以上了，而且是做得比你更好的。换句话来说呢，第一批被淘汰的人就是普通办公室里面的文职啊。所以这不是一个要不要转型的问题，而是你还剩下多少时间的问题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就算你现在知道 AI 是未来最赚钱的行业，难道你要跟黄仁勋一样去研发晶片吗？难道你要去写程序去做个 ChatGPT 出来吗？甚至说，难道你要研发自动驾驶吗？你不会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些跟 AI 有关的事你可能做不到。难道 AI 这波钱你就赚不到了吗？难道 AI 就跟你完全没关系了吗？然后你再去思考一下，可口可乐的 CEO 他每天思考的就是怎么去做管理、营销、定策略等等。但你知道他每年的薪水是多少吗？6000万美金。你觉得啊，这挺多钱的，对吧？但你知道有一个人，他只需要把钱拿去买了可口可乐的股票，然后每天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在那边喝可乐。结果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呢，一年就替他赚了6亿美元，而这个人就叫巴菲特。能听懂吗？投资呢是相对每个人比较公平的机会，但就是因为认知不一样，所以其实投资呢也是非常不公平的机会。过去大部分人学到的可能就是长期持有、逢低买进。其实有的人可能已经很努力的去盯盘了，他的心情呢也是随着股价去上冲下洗了，但最后呢依然是被套牢亏钱了，对吧？那这就证明了你理解的投资其实是一个让你稳定亏钱的方法，而稳定亏钱和做到长期输少赢多之间呢，其实只是一念之差。当你可以意识到越便宜的投资会让你亏越多的时候呢，当你去意识到赚钱要的不是胜率，而是容错率的时候呢，当你学会让自己亏钱的时候呢，你反而会赚得更快更稳。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反人性呢？你是不是半信半疑呢？如果你不想再学那些理论还有大道理了，如果你渴望一个不受地点限制可以持续一生的收入系统的话，如果你愿意用笔去记下来这些可能改变你财富轨迹的思维的话，那么这一堂2026年免费的公益课就是为你准备了。但是我们的人手非常有限，所以报名的人数也是有限的。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投资改命培训营。所以一直以来呢，我们去做生意啊，人类就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资产，所以才会创造出不同的职位跟行业嘛。但是当今年2026年 AI 的智力超越了我们最聪明的人类的时候呢，说句不好听的，一个人他可以是韭菜，那他至少还是有被收割的价值的。但是当 AI 取代了你之后呢，你可能被收割的价值都没有了，你只是一个浪费资源的多余者。那这一下问题就很严重了，各位，经济是怎么运行的？就是大多数的人啊，他通过工作出来赚钱嘛，那赚到钱之后呢，就可以去花钱消费嘛，而大家都出来花钱了，我们做生意的才能赚到钱，才能继续的找人进来打工嘛，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来的。那么如果大部分的人的工作被 AI 取代了，那么这些人没有了工作就没有了收入嘛，没有了收入就没有钱去花嘛，没有钱去花，那做生意的就赚不到钱嘛。到时候就算 AI 的能力比我们人类强多了，做出来的产品跟服务呢比之前更优秀了，但也没有人有钱去买啊。也就是说 AI 的出现不但不能让整个经济体的胃变大了，反而这个胃还会瘫痪了，这能听懂对吧？那怎么去解决呢？马斯克就说了，从今年2026年开始的未来3到7年呢，大部分的普通人将会经历地狱般的颠簸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旧世界的秩序将会被暴力的摧毁了，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存回来的钱呢，将不会再增长了，因为你也没有工作了，也没有收入了，你引以为傲的学历跟经验了，都将会变得一文不值了。所有的人都要做好彻底失业的准备了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普通人的劳动价值归零了，你就算想要工作也没有人愿意雇佣你，甚至机器人连跟你聊天呢都觉得浪费时间。这也就是说嘛，3年之后所有的人都将会变成穷人，彻底的变成社会的负担。
那怎么办呢？马斯克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嘛，就是接下来的7年里面，当 AI 取代了我们人类之后呢，我们就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民高收入的时代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未来的生产力呢将会爆炸式的增长嘛，所以当机器人它可以去盖房子，可以当医生，可以去种菜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生产的成本呢就会慢慢的变成零了。也就是说，未来所有的东西呢将会便宜到我们几乎不用花钱的程度，衣食住行呢全部都是白菜价。到时候我们没有收入也无所谓嘛，反正这个世界一切都不用花钱了。简单来说呢，当 AI 刚开始替代了我们人类工作的时候呢，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很难受的，但只要当 AI 完全的取代了我们之后呢，一切就会好起来了。因为 AI 机器人呢就会替我们做了所有的工作，未来所有的东西呢都不用花钱了啊，这不就是共同富裕吗？所有人的财富都一样了，所有的东西都不用钱了。而且这种预言呢，并不是只有马斯克在说啊 ，ChatGPT 的那个 Almond 之前就说嘛， AI 取代了我们人类之后呢，我们就等着 AI 给我们发钱派钱就好了。以后每个月呢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，就定期的去领取我们的生活费就行了。再直接点啊，每个人都会变成富二代， AI 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嘛。那么这些是不是预言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这些科技巨头他们竟然都是这么想的。也就是说有2种可能，第一呢，他们就真的打算这么去做了，但是最后能不能做成呢，我们不知道。到时候 AI 取代了我们了，但是 AI 不给我们发钱了，我们被养成了废人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第二呢，他们讲的这些只是烟幕，就是让我们去接受 AI 要取代我们人类这一件很残酷的事嘛，让我们为了这个日后理想的未来，允许 AI 去取代我们。但其实这2种可能呢，都不会影响一件事嘛，就是你不接受也要去接受了，就 AI 要取代了我们嘛。所以马斯克他说了什么呢？我自己只会去做一个参考，并不会全信。我真正相信的，只有这个世界最有钱的人，甚至这个世界的国家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布局的。那这图就告诉我们呢，这几年全世界的央行都在抢黄金。世界黄金协会呢就告诉我们，央行的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美债了。这代表什么呢？各位你再去思考一下嘛，如果现在我们去印钱，每印1块美元去投资呢，只能赚回来 0.7 美元，这又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你用一把每天在缩短的尺子去量你的身高啊。对啊，你的这把尺子短了10厘米，你当然相对就高了10厘米嘛。这个世界的钱呢越来越多了，资产的价格当然就会被推高啊。但是我们要的是价格还是价值呢？华尔街巨鳄达利奥呢，他就说了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去用美元衡量美股的话，美股确实可以让我们赚到更多的美元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用黄金去衡量美股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了。这图就告诉我们，不同时间点，我们把我们手上的美股卖了，可以换得到的黄金数量，你会发现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呢，就美股崩盘嘛，而黄金当时就不断往上涨嘛。所以如果你08年卖了美股的话，你能换到黄金呢是最少的。但是10年之后呢，美国的经济就恢复了，美股就不断往上跑了。所以以前只要你去买美股，你能换到的黄金呢都是越来越多了。但是在20年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这条蓝色的线见顶了。也就是说，从20年疫情之后，虽然美股还是在不断的往上涨，甚至创了新高了，但是如果你去把这个美股给卖了，换成黄金的话呢，你会发现能换到的黄金反而更少了。再简单来说呢，你在20年疫情之后呢，你去买了美股了啊，然后美股到现在为止呢，就涨了不少嘛。而你现在准备要去结婚了，所以你就打算把你的美股给卖了，然后你拿着你赚的钱，开开心心的去买黄金。结果你就会发现，现在你在美股赚到的钱能买到的黄金呢，甚至比你5-6年前还要少啊。可能以前你可以买到1000克，现在你的钱变多了，但你也只能买到700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这一把去衡量身高的尺子在不断的变大。所以如果说你是拿着日元、美元、台币去衡量你的财富的话，你的财富大概率都是不断的往上涨的。就好像10年前啊，你的年薪是100万，
你10年后的今天啊，你的年薪可能已经到了150万了，但是10年前的100万，你可以去买一套豪宅；10年后的150万，你只能买到一套豪宅里面的厕所。这就是价格跟价值的区别了。再直接点呢，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已经饱和的时候，未来 AI 去取代我们人类已经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了。而 AI 取代人类之后的结果呢，到底是我们都要变成废人呢，还是说这个世界将会共同富裕呢？我们都不知道嘛。但是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，就是在 AI 革命这个很动荡的转变的时候呢，全世界的央行，全世界的富人，他们押注了是黄金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2年可以捕捉到黄金跟白银少数暴涨的机会。所以你要去思考的是未来真正有价值的财富跟资产到底是什么，你要如何把一直在缩水的钞票变成这些有价值的财富。所以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要学的技能，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布局，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投资改命培训营的公益课的话，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。今天这部影片，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，也欢迎不同意见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，我建议你把我2-3期影片看完，因为逻辑都是环环相扣了，而实际的关系呢，只能在此结束了。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？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，将会是重中之重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对你有用的，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